大家好，我係阿米。如果你想有更加好嘅生活品質嘅話，你會覺得有咩方法？係唔係需要更加努力工作同埋進修之後升職加薪？呢個應該係好多人由細到大都聽到嘅方法。如果你真係咁樣諗嘅話，就代表你已經跌入傳統教育嘅陷阱之中。因為喺傳統嘅教育上面，根本冇教育過我哋任何有關財務嘅知識。只係教導我哋要不斷去增加學歷，從而去揾更加高人工嘅工作，導致社會上嘅人普遍都只係認為工作收入高就係成功。但係只靠單一收入嘅話，萬一遇上失業嘅時候要點樣做呢？因為收入係會隨失業而消失，但係開支唔會因為你失業而消失。不過傳統教育對於呢一方面似乎係避而不談。不過解決方法都係好簡單。就係事先買入或者製造資產，增加你嘅被動收入。但係最常見嘅問題就係我冇錢又點去買資產，或者支付製造資產嘅成本。喺我成長嘅過程入面，認識唔少白手興家嘅有錢人朋友，佢哋都係普遍會用嚟緊我將會介紹嘅3種方法，由零開始揾到佢哋嘅第一桶金，並再用資產滾資產嘅方式不斷增加被動收入，從而變得富有，唔需要再透過工作收入就可以達到傳統成功人士嘅生活質素。如果你都想知道呢啲方法嘅話，記住將呢條片睇到最後啦。支持我哋呢條片嘅話，可以俾個 like 呢條片，咁樣影片就會自動儲存喺你嘅播放清單入面，方便你隨時可以揾翻出嚟重溫多幾次。順帶一提，呢個頻道係分享我哋認為最有用，幫助到普通人達到財務自由嘅資訊。如果你都想由一個普通人一步步咁達到財務自由，活出你想要嘅人生，可以訂閱埋我哋嘅頻道，接收我哋每個禮拜為大家準備達到財務自由嘅免費信息。喺講呢3個方法之前，我想講翻資產就係可以被動地令你賺錢嘅事物。而賺錢嘅知識同想法，全部都係源自於你嘅腦袋之中。所以你識10個願意教你致富嘅有錢人之中，10個都會講最大嘅資產就係你嘅大腦。所以我即將講嘅方法之中，失敗嘅人一定係多過成功嘅人。可能你身邊都有唔少嘅人用同一個方法都失敗過，但失敗嘅原因必然係佢哋嘅財務知識不足，之後又唔繼續學習，輕易咁去放棄。同時，你要滾出第一桶金嘅方法係要集中喺賺取資本利得，或者俗稱叫賺差價，而唔係賺取現金流。否則你嘅財務自由速度會過慢。第一樣嘅方法就係股票，呢個亦係我當年賺到第一桶金嘅方法。因為股票喺變成有錢人嘅道路，算係常見同埋入場費比較低嘅方法，所以係適合想致富嘅人嘅其中一個步驟。可能你會覺得股票波動好大，身邊好多人都因為玩股票導致佢損失金錢。如果喺股市入面賺到錢，只係好運，但係喺財富嘅世界入面，即使買股票嘅入場費唔算貴，但係隨便都係幾千到幾萬蚊。佢哋又有幾多個真係有花時間去了解個股票要點樣先賺到錢，甚至好似我咁不斷俾錢去學習坊間嘅股票課程，同埋利用得閒嘅時間去圖書館借書學習相關嘅知識。多數蝕錢嘅人無非就係相信所謂嘅專家，憑住薄弱嘅知識去預期股票會上漲，市場轉弱嘅時候又唔願意離場，相信同股票鬥長命，終有一日會賺錢。即使大公司去到好似匯豐銀行咁，07年到依家都未去返佢個最高位，而家比最高位都仲低近成一半。未來會唔會賺返本金，我唔會知道，但係時間同通脹成本就已經一定蝕咗出去。咁喺股票市場要點先可以賺到差價？喺市場嚟講，就有2種方法都可以達到呢個效果。第一個就係成為價值投資者，去判斷公司未來嘅盈利，或者計算公司嘅估值係咪被低估，致力買入價值被低估嘅公司，等待公司成長，或者被市場發現估值錯誤，回復應有水平，賺取低買高賣嘅差價。第二個就係成為趨勢投資者，用圖表同埋股價去判斷股價會唔會繼續上漲，喺股價上升嘅時候搭上順風車，賺取高賣更高價賣嘅差價。
兩種方法我都親身試驗過，係確實可行，成功幫助到我賺取到本金，然後走向賺取其他更大資產嘅道路。但係同時都各有利弊。至於邊一種方法先適合你，係因人而異。不過我相信你喺學習嘅過程之中都會揾到自己嘅答案，因為最大嘅資產都係源自於你個腦袋。而第二個方法就係買樓。所以點解我同莎莎要努力儲蓄，想盡辦法都要買入自己嘅物業？並唔係我哋迫切地需要搬出嚟住，亦唔係想成為業主得到社會給予我哋嘅虛榮心，而係物業上有更加多極大嘅優勢，而且可以比較容易掌控，可以用簡單嘅現金流方式去計算出嚟。即使買賣開支極大，都係有利可圖。首先，香港買賣住宅最高可以做到90%按揭。其實另一方面嚟講，就係俾10倍嘅槓桿你。雖然本大，但係利更大。樓價升1成，你就已經可以賺到1倍，如此類推。只要你熟悉物業市場，再加上你努力去揾市場上心態比較弱嘅業主，就可以買到比市場價格低估1至2成嘅筍盤。咁喺你買入之後，呢個價值其實就自動收咗喺你嘅財富入面，直至你賣出嘅時候就可以正式套現。講緊只係400萬嘅上車盤，操作得宜嘅話，閒閒地都已經賺幾十萬。而幾十萬係我哋呢啲普通人嘅幾多年年薪呢？如果可以賺到幾十萬嘅話，你覺得嗰啲買賣嘅支出會唔會由極大變咗做可以接受呢？可能好多人都覺得10倍槓桿，只要跌1成已經渣都冇，再跌就變做負資產。但係即使係負資產，只要供得起樓，銀行一般嚟講都唔會叫你補差價，或者要你即刻賣樓。詳細可以睇翻我之前嘅影片。另一方面，樓嘅可控性係比較強，可以俾時間去防守。因為通脹嘅關係，樓價最後都會因為租金上升而上升。而股票嘅話，10年之後間公司可能已經倒閉，而你都可以將層樓租出去，進一步增加你嘅防守性。同時香港有獨特嘅地位，只係市場上嘅人唔記得晒。正正常常裝修唔係極差嘅話，根本唔怕冇人租。計數方面都係好簡單，租金就係收入，真正嘅支出不外乎係銀行利息、管理費、物業稅，其他雜費多數都唔會好大。呢啲只係加減數，根本唔難計。只不過係好多人根本冇喺現金流角度度考慮過投資住宅物業，然後高買低賣，造成自己嘅損失。加上投資物業係會得到政府嘅暗中保護。喺過往嘅樓市大牛市之中，香港政府喺地產市場賺到大量嘅錢。你諗下，只係買層上車盤嘅買家印花稅，都唔知夠幾多個普通人交薪俸稅，更加未計高地價賺取嘅龐大地價收益。唔係嘅話，點解以前經常會有退稅嘅措施，更加可以維持比外地一個更加低嘅稅率？同時，政府喺樓市下跌嘅時候，推出多個措施去嘗試挽回市場嘅信心，由林鄭 Plan、波叔 Plan 去到撤辣，到甚至近期90%按揭都可以有條件出租。最後放租物業由5%按揭放寬到6%，到最近施政報告進一步放寬到7%按揭都可以接受。雖然而家睇落個作用好似唔係好大，但係市場信心翻嚟嘅時候，呢啲嘅政策造成嘅反彈力度係會極大。只係你計到條數買到樓，肯守嘅話，樓價最後都係會反彈，得到理想嘅差價。之後賣樓或者加按會令自己得到一筆嘅本錢。最後一個方法就係做生意，簡單啲嚟講就係你做咗老闆嘅角色，透過借人力借錢去賺錢。雖然一開始可能得你一個人，但係隨住生意嘅增長，你就開始要借人力，即係揾其他人幫你去工作，用佢哋嘅勞動力為你帶嚟收入。然後就係借錢，就係利用商業嘅融資優勢，令你可以更加容易以錢生錢。但係呢個方法嘅風險同埋知識要求都係最高。不但要面對收入不穩定，甚至係零嘅風險，由選擇合適嘅行業、制定商業計劃、有效嘅資金管理、建立品牌、市場營銷、提供優質嘅客戶服務、面對千變萬化嘅市場、建立專業嘅團隊等等，全部都要學。如果冇一定嘅熱情，只係為咗錢咁做，多數都係失敗收場，或者增長力有限。不過好嘅係，搞生意嘅過程本身就係對財務知識嘅不斷學習。如果你生意真係搞得好嘅話，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大資產，甚至你退落嚟唔做都可以有可觀嘅被動收入。
就好似朱克伯格同埋比爾蓋茨、喬布斯呢啲人咁，好後生已經可以靠住做生意就做到成為家傳戶曉嘅有錢人物。喺呢度唔好講到佢哋咁大，以我認識做生意賺取第一桶金嘅朋友為例，佢哋嘅行業由批發、裝修設計、製片、零售、寫程式同做網購都有，而佢哋一開始都係滿腔熱誠咁去做，透過熱誠同埋學習先可以捱過創業開頭最艱難嘅日子。而家好多創業已經可以由兼職做起，就好似做斜槓族咁樣，減低自己面對生意失敗時嘅風險。當你揾到第一桶金嘅時候，你可以靠呢啲錢去買入資產，賺取被動收入，或者重複以上嘅動作，再滾大你嘅本金。但係最後你一定要持有產生現金流嘅資產，否則你仲需要一定嘅勞動先可以賺到錢。咁又係唔係真正嘅自由呢？當你嘅被動收入大於支出嘅一定幅度之後，就可以用源源不絕嘅被動收入去買入更多嘅資產，更多嘅資產產生更多嘅被動收入，然後你先去買入負債，去享受，去玩樂都未遲。因為你嘅被動收入已經足以支撐呢啲嘅支出，唔需要再去額外工作。你想要再更加好嘅生活都好簡單，就係再創造或者再買入資產去平衡你想要嘅生活水平。而多數嘅窮人甚至中產點解冇辦法離開財務嘅死循環？就係只靠工作收入，同埋呢啲收入只係用嚟消費或者買入負債，從來唔考慮買入資產。呢個無疑地係一個殺雞取卵嘅行為。如果佢哋都將本金用盡，又點可以用到以錢生錢呢？喺下一期嘅影片，我會講述有關脫離貧窮嘅心態。有興趣嘅朋友唔好錯過啦。對呢條片有任何問題嘅話，歡迎大家喺底下留言。如果今日嘅影片幫助到你嘅話，你可以將呢條片分享出去，等你身邊嘅人同你一齊成長。我衷心祝福每一位點讚嘅朋友能夠早日達到財務自由。假如你都想由一個普通人一步步咁達到財務自由，活出你想要嘅人生，記住訂閱埋我哋嘅頻道，接收我哋每個禮拜為大家準備達到財務自由嘅免費信息。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